我们现在正在搬家，然后这一趟搬就再不来北京了。已经搬完上车了。这是最后一次在我们的工作室录最后一个视频，整个房间加上租金、押金浪费的钱应该超过15万了。我们的 logo， 这个 logo 太有回忆了，这是我们最早第1年第1版我自己亲手设计的 logo 文墨。有没有突然有一点点不舍？他们赶上，自己赶上。现在是晚上8点钟，我们已经走了400多公里。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Hello， 大家好，我小军。今天呢是我们的股东大会。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搬到杭州了。杭州的股东们，弹幕，让我看一看。那我为什么要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北京呢？来，弹幕互动一下。你愿意生活在一个可能一生都买不起房上不了户口，根本摇不到车号的一个城市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那虽然这么多年创业我应该赚的也有差不多500万了吧，但大部分呢又投到了项目里面去，存下的钱呢也是寥寥无几。而我今年已经31岁了，12年来呢我在北京呢干了非常多的事情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些年的一些黑历史。那我16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读书就是异于常人的垃圾。所以就开始在广东呢，我家的工厂里面开始缝毛衣后来呢，我又开始织毛衣那时候1个月可以赚到5000块钱，但是呢，都上交给我老爸了。然后每个月呢，只给我500块钱的零花钱。那个时候呢，对自己的命运就是其实挺迷茫的在工厂里面兜兜转转2、3年然后在09年的时候我就决定离家出走。然后只带了500块钱去了北京。那我最开始的梦想就是说我要去北京当一名歌星，因为那个时候很流行这种网络歌曲。然后来了北京呢，我就勾搭上了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那些同学。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我完全没有唱歌的天赋。像我这种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只能够在餐厅里面端盘子刷盘子。然后当年呢，还有很多店呢不要我们河南人，就是然后呢，我在厨房里面干了差不多2年然后我们那个厨长就特别想要培养我当厨师，感谢师傅的培育之恩。然后呢，我就开始了漫长的化妆之路，是不是很傻逼？那当年呢，我在厨房里面学了好几个月的化妆，就去了摄影工作室做了化妆师助理我记得当时的工资呢就是800块钱1个月不包吃不包住。然后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爸妈都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事情。就那个时候太惨了，就是你每天都想哭。我跟你讲，真的，主要你吃不饱，你能相信吗？800块钱就是太少了那个时候。后来呢，我就接触了广告去了广告公司，开始拍视频拍广告然后做模特网红的经纪人。那16年呢，我就开始做自媒体并且遇到了屏幕前的大家非常感谢你们感谢。接下来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当年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现在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在北京的第2份工作，就在这个新闻出版总署的地下做面点工。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包包子、揉馒头、炸油条、烙大饼。这个机构呢是审核中国所有这个文化类的这种产品，比如说你们现在电影看的开头那个龙标，就从这个单位里面拿的。国家电影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少非打防办。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服务员，然后后来呢就干了2个月的装修。然后干这个装修呢，这个大姐就说：“小伙子挺精神的，干什么工作的呀？”然后这个大姐呢就介绍我来这个厨房里面，说在找那种学徒助理，然后一干就干了2年。作为一个来北京有梦想的人，当然不甘心做一个面点工了，所以呢我就趁着业余的时间，因为我每天只工作4个到6个小时嘛，我就在业余的时间内去学化妆。没错，我在厨房里面学的化妆。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这个食堂里面就整天给自己画，我们那些厨长都惊呆了，说你要干嘛？这个场地就是我们本波测评第1期拍摄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种了，这是啥？茄子吗？那个时候我面的是一个化妆师助理，那时候你们开的是传媒公司，对，传媒公司，名字特别怀旧，草根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室，然后我们的隔壁，我们的隔壁就是当年我第1份工作面试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是在楼顶睡觉。
在北京搞艺术文化的都是奔着一腔热血、理想的。一个重庆厨房里面每天包包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跳到一家传媒公司，哇，做着跟音乐、影视相关的工作，哇，你知道那种什么感觉吗？就是完全是颠覆你整个人的这种价值观的，所以我是很兴奋的。那时候盛世一通，听着名字就感觉很老派。那时候我们做广告就是做那种第三方事件营销，通俗来说又是炒作啊，这种抄不对是吧？啊，包装，对对对。我记得之前我们合作的第一单啊，那时候你还多给我了一笔钱，你记得吗？后来我就来上班了。这个只能说明一件事啊，我当时眼光多好。我就大概说一下我对雅军的印象吧。这孩子比较倔，但是他身上呢有一些这个倔人应有的那种素质，就是他对于很多事情有不断的这种探索的这个欲望。雅军的成功是从失败到失败，但是最后呢，就是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放弃。他身上印证一句话，就是他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那了解我们北京的历史过往啊，好吗？以后都是往事了啊。我们接下来呢，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杭州的电商公司。哎，我们的大仓库。来，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线头计划，我们电商公司的产品。第一件是我们18年又在卖的爷爷的马甲。从此以后呢，我们的电商呢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粉丝需要什么，那我们就开始卖什么。来，我们买过这件马甲的家人们来扣个1好吗？那这件马甲呢，整个的皮毛呢是羊皮毛一体啊，也是用的是雪地靴那个皮毛，所以为什么焦作生产这种东西？那说到雪地靴呢，啊，就不得不说，哎，我们河南焦作的雪地靴，这个哇，应该太多人买过我们雪地靴吧？那买过雪地靴的来扣个2啊。那老股东应该知道，当年我们拍了焦作的雪地靴那个纪录片。拍完了以后，我们给当地带来了应该有10几万双啊，我们也算是对焦作有贡献的，好吗？那焦作呢，除了雪地靴呢，还有这种啊整张羊皮，这种用整张羊皮呢做的这种地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盖毯、沙发垫啊，车上的垫子也好，什么样好，随便，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染的各种各样颜色。那买过乳胶枕呢，来我们也扣个1，让我看一看，乳胶枕也是啊，我们都卖过很多件。此外呢，我们还上了2款啊。新型概念这种网上现在叫什么猫肚枕头啊，性价比很高，然后很软，德绒的保暖内衣啊。之前看过我们的内衣测评的都知道，现在目前呢，国内呢保暖内衣做的最好的材料就是德绒这个面料。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花了很多心思找的羽绒服和双面大衣，还有风衣，很基础的啊中长款的羊毛的双面大衣。那我们就不多解释了啊。部分呢手缝，那别人呢可能会告诉你纯手工，但是不可能啊。今年我们呢特别找了一些版型的，有些设计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纯棉的风衣啊，这个风衣呢版型非常好看，然后很基础，2个大口袋。羽绒服呢，我们今天找了好几种版型，好几种面料。那这一款呢，它的面料呢，就是你看起来感觉有点皱皱的那种面料，就是这种做皱的这种效果。给大家看看，反正中长款，然后非常厚。然后白鸭绒，然后还有2款的面料呢，感觉有点像 PU 的感觉，感觉有点亮面啊，戴帽子和不戴帽子。那这种面料呢，也是很多大牌在用的，就是它的面料，就是你摸起来很舒服，它有一点点肤感的那种，反正都是女生会比较百搭的吧。那总之呢，线头计划呢，我们今年呢上新了非常多的产品啊，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需求呢，哎，可以评论里面告诉我，我们去给大家去找。那今年10月13号呢，哎，就是我们账号的5周年啊，5年了。有多少人是当初啊，我们第一视频就关注我们的？来，弹幕告诉我一下。那这5年呢，其实经历了很多啊，对的呢，错的呢，我们也都干了很多。但有时候我看弹幕、看评论，有时候也会说，哎呀，好像最近比较累，或者是最近感觉是不是做的视频不是很好。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搬到杭州来，反而会觉得啊，自己变得开心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大家工作呀，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如果不开心呢，啊，就尽快走，不要犹豫，好吗？不要让自己更难过、更不开心。换一个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好。那虽然我离开北京了呢，但是我还有很多朋友在北京。那我也想要鼓励一下啊，还在北京继续努力打拼的这些小伙伴们，因为我觉得能够留在北京很久的人，都是比较有理想啊，也是比较有能力的。甚至大家可能都想要赚钱，但是都不会为了钱去丢弃梦想。但是呢，在北京的人呢，大家内心很矛盾、很纠结、很拧巴，可能每天要想100遍要赚钱，再想100遍哇，不想要赚钱，我去追求理想。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潇洒一点，更纯粹一点。既然选择了在北京，那要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追求理想。等你的理想实现了之后，那自然也能赚到钱。反正我这么多年来是这么一个经历啊。
但老实说，在北京呢，不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你可以在北京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成为一个很酷的人，但如果你想挣钱，那么请你来杭州了。杭州就像10年前的北京一样啊，充满各种赚钱的机会，而且人人公平。我12年前到北京的时候，跟很多人一样，有很多梦想，简直就是一个大梦想家、大幻想家。但是唯一实现的那个梦想呢，就是和屏幕前你们一起实现的。那我希望未来有机会呢，还能够跟大家一起走下去。希望下一个5年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感谢你们。